我忘了你的差呢，身高跟你差这么多。不要把我拍成基语流的那个。我的镜头这样子的话，我根本看不到琳达。那你拍琳达的时候，到你。这个很棒，这个很必要。你在主电脑才知道这个的好。大家好，我是贝尔，她是琳达。我是琳达。今天呢，我就是邀请琳达来，我们要做一下我们主电脑比赛当天的 reaction。因为 reels 不能讲什么东西，所以我就想说详细的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当天比赛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我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崩溃。Welcome in, come on chat, come on in and tell us where you are. Taiwan, Bear and Linda. Which this is my first time meeting you ladies. How are you today? How are you feeling? Nothing special. Okay, we got some confidence. How are you feeling? Okay, awesome. 我们这次总共有4组参赛者，所以大会有提供4组电脑零件，我们就是直接抽签，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会抽到什么，感觉知道零件，我也好像也不能做什么。我觉得它是包含一点趣味性，因为如果你要绝对公平的话，应该4组的零件要一样。那它就是故意的，就是里面有一点点运气成分。那我们就是运气比较差。我运气超差。我们菜是真的，但是我们的就是抽到最难也是真的。我也觉得你有觉得是我们这一组很难吗？我真的觉得我们这组的东西很难。4、3、2、1。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还很开心。我还笑得出来，你一开始看起来很认真，然后你后面反而越来越开心的感觉，是不是有点放弃？因为嗑药，不是因为就是那种暑假作业不写，暑假就正式开始。反正一开始呢，我跟琳达先分配，然后我是先装主机板的人，所以我就是先负责处理器、记忆体跟 SSD， 然后琳达呢就是负责电源，就是把线丢在它各自的位置，因为它主板不会有什么电源啊，然后 CPU 把线分别先丢到它机壳上各自的位置，所以我前面看起来真的好像还 OK。哇 ，SSD 出现了。我其实一开始在看到我们的零件，因为我们会先到我们桌上嘛，然后我们看到我零件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东西是什么？我以前没看过。那我们2位大师也会在他们的比赛区域准备，但是马上就要正式的展开喽。我没有抓过这种围楼，因为它上面都盖散热片，但是它很大的包。知道它是 SSD， 然后我就很崩溃，因为我以前没有组过这类型有带散热器的 SSD， 上面又多盖一块，然后你卡 SSD 也是一样的方式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卡不太上去。而且你知道我回家的时候，我就是还要查说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装，但是我真的看其他影片，它都是可以直接装到主机板上，因为它就算要卡，它也是卡散热片啊，它不会卡它本身的结构。把上面。然后中间这边是那个 SSD， 然后下面还有一小块，所以我就觉得它是不是有比较高？有可能，因为比如说像 MSI 的主机板嘛，它是有那个 Easy M.2 Clip 2， 你不用锁螺丝，你是可以直接扣上去，但我就是扣不上去，所以我就很崩溃。然后那时候就在 SSD 上面花好多时间，然后我说琳达，你可以帮我吗？然后琳达看了一下之后，发现她也锁不上去，然后后来她就去忙她的电源线了，我就想说。因为我怕我那边进度没有完成呢。我现在认真回想，你有帮我扣哎，放任教育，妈妈就是让你自己去成长。我真的装不上去，我看起来好痛苦。其实一开始如果 SSD 是顺利的话，应该会蛮快的。然后我后来问后面的观众，我就说怎么办？我可以怎么办？他可以找场外救援吗？然后后面的观众说拆掉，那叫我整个把那个拆掉。最后是把整个散热器拆掉。大家人蛮好的。因为我原本是想说，就是它要在上面是不是一个规定，是不是没办法把它拿下来，所以我才一开始没先去动它。我后来就直接把，我看起来好困扰，我后来就把它直接拆掉，然后散热片全部都把它撕掉。原本的主机板上会有自己的散热片嘛，不然它的散热片撕掉的话，它可能更厚又卡不上去。9分钟的时候来问问题，我还在搞 SSD。而且主持人问我问题的时候，我有点听不懂。我发誓，他如果要问我 MSI 的问题，我应该答得出来。只是他用英文问我，我就听不懂。他为什么不去问你啊？因为他一直躲在后面那个对，那个角度看起来很像别组的。我不是故意的，你在装 memory？ 没有，我这时候还在 SSD，还在 SSD， 好久哦，超久啊！真的超久，我真的在那边，我真的很崩溃。我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我就心里想说，我到底为什么要来比赛？太快了，因为很痛苦啊。这个时候应该是我的那个螺丝掉下去的时候。哦，
掉了一个，哦，你掉了一颗螺丝，掉了什么螺丝就是那个机壳的。然后我们后来会把它找回来。然后我在那个你的 reels 下面看到有人留言说，他说我以为 Linda 很燥不是 Linda 很燥，好不好？Linda 超燥的。没有，应该是电源装完之后你要装水了，然后我就想说啊，我 SSD 终于忙完了，我赶快去帮 Linda 那边假忙一下。想要散散心，散心是怎样？走去你那边散散心。后来就装了扣具，装水冷背板，然后 Linda 就没那时候应该就是先把风扇锁到机壳上面。我真的觉得就是人在紧张的时候，真的会忘记一些事情。明明知道可能 Intel 的主板我要配 Intel 的脚位的水冷的扣具，我那时候拿 AMD 来扣然后我就问 Linda 说怎么扣不上去，然后 Linda 就说还是你要找 AMD， 就是你有提醒我这件事情。我后来用 Intel 的扣具的时候就发现，我真的是选错了。但我平常是知道这件事情，只是当下就是因为紧张，我就会扣不上去。我这样听起来我自己好累啊！我的水冷扣具装一装 SSD 的那个盖子还喷下来，然后再把它装回去。然后高轩宇就一直在我们旁边说讲话讲话讲话，你们太安静了。我已经快紧张死了。片很难剪啊。我已经想说完蛋了，我开天窗，我这电脑真的能煮好吗？我也不是紧张，但是就是很难分析，不然会都没有人要理我，我好无助。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脸好像看起来开始开心了。不然你后来好，为什么？对啊，你后面好开心哦，开心啊！从哪里开始放弃？没有放弃。看一下隔壁，他现在已经到哪？他们现在到哪了？美国选手他速度蛮快，我也记得他速度蛮快。他现在看起来是在，然后我们还在装人牌，他也在锁主机板，在锁主机板。哦，这个锁主机板后面发生了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不是有个 USB 的孔没有插，然后它那个 USB 孔在主板的侧边，但是它有一个机壳的挡板卡住了，所以就有点卡住。它确实是有一个洞，就是因为你正面看不到嘛，所以必须要非常精准这样子从侧面插，对，这样子嘟它。然后我们嘟了很久，后来想说我们应该真的不用接了，我们是用主板的 I/O 接滑鼠的，我们根本用不到那个 USB 孔。好像也是有道理。我们在那边确实也嘟蛮久的，可是最后有被我嘟进去。我觉得有这样子有机会，嘟了，那嘟进去了。必须说，我真的还蛮会嘟那些很难嘟的口。那就是以前我们在组电脑的时候，确实就是很常组到最后之后，发现说，哇靠，这个孔被某个东西卡住了，那可能就要拆掉主板重新嘟，然后再装回去。但是我通常都会直接硬嘟，真的是我漏掉，因为我其他线我都都放已经放了。对，我开始在找水冷扣具。我之前组的水冷呢，是比较给懒人的，因为现在越来越方便，扣具也预设在上面，而且很多扣具都是扣上去的，或是它已经预设就是 Intel 的扣具这样。但它这个呢是你要自己把扣具锁到冷头上面。然后那时候想说奇怪，我怎么对这边也不对，对那边也不对。后来我要向 Linda 求助，我说 Linda 怎么办？我锁不上去。然后 Linda 看了一下，哦，我锁错方向，因为它螺丝也没有错，螺丝是对的，只是它扣反，对我扣反，所以它一直弄不上去。我那时候锁不上去的时候，我本来有想去找说明书，但我发现我们那一盒水冷好像没有附说明书，机壳也没有说明书，机壳也没有说明书吗？就没看到，有可能被他们拿起来，应该就是这个竞赛的题目啊，这样是纯粹我们什么都找不到，这样我们小笨蛋。我发誓我真的有认真去找，我真的没找到。你有觉得两个人真的有就是协力吗？还是其实我在拖后腿？我觉得 Linda 完全就是照顾着我，我没有 Linda 我就会现场煮到一半哭出来。你好像结束才哭了，对，好可怜哦。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讲我到底为什么要哭。在跟你对螺丝，我锁不上去，我是不是在锁不上去？哦，现在才把水冷头锁上去。我是只迷途的羔羊我在主电脑里面迷路旁边的人已经在环绕着拍照了，应该是结束了吗？对，有人煮完了。我记得他们真的好快就煮完了，因为我们在水深火热当中，就我的体感感觉清水15分钟煮完，就一下子就煮完啊！来了，大魔王。在这个比赛里面呢，有一个魔王关卡，反正就是大概在我忘记不知道是哪一个时间之后开始，有一个就是大家要去挑战这个魔王关卡。美国参赛者可能已经在收尾了，但是其他两组就是葡萄牙跟日本的，他们其实都已经煮完了，然后他们去参加那个大魔王的挑战，他们就没关系啊，他们已经煮完了。因为他们这个关卡的目的应该也是
煮到一半要参加，只是他对们煮的太快。对他们就是煮的太快，他们应该要更早再开始这个转完圈圈，然后还要看英文题目。我想说我都还没看懂。他那个题目好像也不难，只是中间我们就想要对要煮鸡，要对对，你用中文问我，我绝对会。不知道旁边记录的人员会不会觉得奇怪，我们为什么都在同样一件事情上面做很久？我那时候先接电源，然后说看会不会亮，发现有一颗风扇，有一颗风扇没有亮，漏了一颗风扇的那个 RGB 没有接上去。我原本以为这边我可能会需要接个新拿子，没有，都是琳达接的。我事前还准备了一些功课啊，我都没用到。我到当下全部忘光光。当下真的就是豁出去别怪了，拜托让我煮完，拜托让我一目亮。都没有在我们的计划之中。真的，就是一个困难遇到了，然后解决另外一个困难，然后又再遇到困难，再遇到困难，再遇到困难。OK， 最后一颗灯亮了。我们亮了之后，应该就是剩要把显卡装上去，但是因为我们的那款机壳里面有一个显卡支架，你拆不下来，所以我们显卡装不进去。这是主板嘛，然后支架在这，然后显卡都比主板更长，它又很厚，它没有办法那样绕进去把它装。我们又不想说这样子斜斜的放进去，可不可以？没有办法，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后来想想，那个支架的锁点应该都是在下面，但是当下真的是鬼遮眼，然后没有想到。就如果平常的话，你可以很冷静的知道说，哦，这个支架可能要怎么拆掉。当下真的没有办法，而且连Chris 都来帮我们看说，到底这个显卡支架要怎么拆。我们到后面就是已经顾不了问 Chris 是不是有点小作弊这件事情。我们心里只想说，赶快让我煮完，赶快让我回家就好。后来是我们谁发现？你是我哦，就是它下面有一个装饰盖，把它打开之后，螺丝对，用转在里面的，而且我们是前面就是看起来像是锁起来的地方，就任何螺丝周围螺丝我们都拆了，我说这怎么都不动这样？对，我们把所有我们看到可以拆的螺丝都拆了。哇，真的超拆！我们后来再把显卡支架装回去，那显卡支架很松，因为那个螺丝全部被我们拆了。我们就算煮完，我们的那个美观分数也被打低。最后不是日本选手，然后跟葡萄牙选手是并列第一。他说葡萄牙选手虽然慢了一点点，但他整件非常干净、漂亮、利落，所以我们在那个 part 我们就会大输。虽然我们还没有到那个 part 就已经输了，大输特输。他们已经帮我们准备好背板了，然后叫我们去旁边拍照，因为他在等我们煮好，这样我们就可以跟背板合照。然后殊不知我们煮超久。对啊，我们就变成跟那个背板一起住这样，因为他就在我们的身边，经验不够多。没有看过各种考古题。美国选手煮完了，对，这时候美国选手煮完，因为他也找到问题在哪，更大后面就是更大的问题，荧幕不亮，原因不明，键盘我就狂按那个 delete， 因为要让他进拜。对，按心酸的，因为根本画面没有显示。就是美国选手应该也是被什么卡住了啊，我们是被很多东西卡住。这时候就是亮了，画面亮了，画面出现了一下，但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又不亮了。摄影师他们要来拍照，就是煮好了，然后荧幕亮了，然后我们这样子的画面，然后他们来了之后，荧幕就不亮了。摄影师要拍我们的那一瞬间，画面不见了，我们在做一个掩耳盗铃的行为。就我们后面的那个线乱七八糟，超乱。然后想说，虽然我们已经好像没有力气整线，然后我们还是有把那个后面的背板盖起来。后来想想，就到底为什么要盖？你们记得背板喷掉的？对啊，是我盖的。就是它已经鼓起来，然后你硬要把它。我硬把它盖上去，因为后面线太多，然后没有整，就是硬把它盖起来，然后就没过几秒就砰喷出来，超好笑。还好我有接到。没有哦。不是，确定我的答案是对的，我都举。Magic。后来我们就开始继续研究 debug。对，而且重点是，就是其他国家的参赛者，就是还有一起来帮我们 debug， 很感人哎。而且当下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因为我的英文也不是很好，但是后来大家在就是教我们的时候，突然什么都听得懂。对，真的，我他忽然间讲什么，我们感觉都听得懂哎。对，所以我后来觉得就是沟通是建立于人类的善意上。只要有心想沟通，就是用什么方式都可以。真的，我们后来真的可以沟通，我都听得懂他们在讲什么。我们在讨论哪里出问题的时候，我都听得懂。RAM 也重插，甚至拔掉一条 SSD 也重插，然后水冷头那边也重新装过，还是
找不到问题。因为我们在看那个88版，就是主板它会有一个那个显示数字，然后它会告诉你说现在是卡在哪里。然后我就用手机查，就是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啊 ？RAM 有问题，RAM 重插这样。对。然后后面大家就在测试到底为什么这些东西不亮，我们就是各种方式都试过。但是我们颁奖前有点亮吧？有，对，我们是颁奖前点亮。就是有一种我们电脑就是最后一名，但是可以做一点吉祥物能做的事情这样。别人在跑那种100米竞赛，然后你们在跑马拉松，然后你们又完成了，你们又跑到最后，我们有结束这样。对啊，我觉得我们很励志哎。结束，但你们还在找问题出在哪？我们不开的答案，我们一定要把它解开。对，我们一定要让它亮，太想知道到底哪里有问题。OK， 反正最后就是有点亮。虽然时间有点小超过，算是一个还可以的结局。没有想要当下哭，我原本就想说，我就做个动作，然后情绪就上来，然后情绪就上来，就压不下去了，我就很尴尬。贝哭了，贝贝哭了，等他一下。后来你们在合照的时候，他要配合你很伤心的样子，但他就是嘴角压不住，他很想快乐，但你又太难过。我当下想说，我为什么压力很大，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在看主机板，然后在找问题，我就很怕是不是我插的东西有问题，比如说像是水冷啊、SSD 啊。RAM啊，我就很怕，如果是那边有问题，然后我们花了这么久时间在找因为我而出错的问题，我会觉得很焦虑。葡萄牙选手超好。你要不要讲那个葡萄牙选手开导你的故事？就是因为我一直在社群上面说什么我下次不要再组电脑啦。然后葡萄牙选手其实当场就有来就是安慰我，因为我回去还有私讯他跟他说谢谢这样，然后就谢谢他的帮忙，谢谢其他选手的帮忙，然后他就说你遇到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可能会遇到，你不要再对这件事情没有信心，你一定要继续组电脑。因为他在开导的时候，我已经在旁边听了，我就觉得他真的人很好。他就说，我拍了上百支影片，我组过上百台电脑，但是你知道的，有的时候就是会有怎么样都不 work 的状况。对，说你不要介意这种事情。对，他跟我说明年再见，明年再战这样。我们要是明年真的再战，我们可能又会再被骂。可能参赛的时候，就是那个 list 列出来，我们就已经开始会被骂了。说怎么又是他们？对，我们大概休息5年了，就是期间再认真准备一下。对，我们会认真准备。如果还愿意找我们的话，我们再去。我们准备好再去。对，只是准备要多久时间不太清楚。你有看那个吗 ？Chris 的那个，他有上传 shorts， 然后下面的留言，真假的 ？YouTube 留言，我不敢看呢。你不要看。你不要看，真假的？那你这样子一讲，我回去会想看哎。不要看。但其实总归来说，就是说我们怎么那么慢？我们是不是去玩的这样？不是，我们真的。我前面一个原价屋店员吊打，我们真的没有不认真，我们非常就是认真的在那个准备这个比赛。太菜了，我们会回家再多练一练。你觉得我们要不要拍一集？是我把所有零件再借回来，我们再组一次？借得到一样的吗？可以啊，如果借得到，要不要再组一次？可以啊。反正这次比赛就是领悟到，我真的是太菜了。人家毕竟是资深的，人家可能组过100台电脑，我才组过大概5、6、7台而已。对啊，少人家这么多。对啊，因为他们都是那种50万订阅啊，然后可能装机影片300支啊的那种，是真的，不是夸饰，真的不是夸饰，真的，你们都去看他们的频道，完全菜比吧。能够参与这个比赛就已经很开心，然后最后我们也有点亮，我也算是觉得蛮欣慰的。虽然我一直说下次不会再继续组电脑，但是我也不会真的放弃这条路。我们就是之后可能再多练习，再多组几台。还是我们办一个就是业余大赛，就是我们自己办，找宇恩跟莫娜参加，只是想赢吧。那这样我有兴趣。那我也有，那这样我也可以一个人一组。不错的业余大赛。好没礼貌。祖祖也说他是不是也很有兴趣？也说要参加。对，还有谁要参加？下面留言。我们先把我们那些机壳拿给他们组，只要会组的都不准来参加。好。有机会等我们再经验深厚一点，再去准备好一点，我们再去参加比赛。没错，我觉得是很好的体验，真心，真的，我也觉得，我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不要再留言骂贝贝，他会伤心。真的，我会难过，我不给你们看。
我前面拍了一支我在事前准备了多少东西，然后结果在比赛的时候完全用不到。你准备的一个考题没有考？对啊，真的。速度错。对，速度错了。OK， 就这样，拜拜。拜拜。我就去应征当那个援交店员，小心哦！你们去买的电脑可能都是我组的哦。好好看。